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今天一大早在超市花2块钱买了一块冬瓜，就用这一小块冬瓜分享一道好吃的下饭菜。首先把冬瓜切成4等份，然后削掉外皮。其实冬瓜皮比冬瓜肉的营养还要高，如果是冻汤的话，我们可以留在上面。冬瓜看似非常的普通，其实营养特别丰富。冬瓜全身都是宝，冬瓜肉可以炒着吃，可以冻汤，冬瓜皮可以煮水喝，还可以缓解感冒。冬瓜籽也可以用来炒着吃，对失眠有辅助作用。接着把瓜瓤也切下来，因为瓜瓤的含水量达到 90%， 如果放在一起炒的话很容易出汤。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的给下刀。冬瓜千万不能切太薄，如果切太薄的话很容易碎，主要是口感也会大打折扣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1厘米左右的厚片，我们尽可能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把切好的冬瓜放在大一点的碗中。炒冬瓜千万不要直接下锅，我们要添加一个步骤，往冬瓜里面加入1大勺的食盐。我们要用食盐把冬瓜腌制一下，这样不仅可以把冬瓜的肉质变软，同时还可以去除涩味。抓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1小把去皮的大蒜，先切成薄片。大蒜可以增加冬瓜的蒜香味，我们也可以多准备一些。蒜片都小一些，这样更容易激发出蒜香味。切好放在小碗中。1小块去皮的老姜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姜丝，最后全部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末。老姜不仅可以去腥，同时还有增加食欲的作用。全部切好和姜蒜放在一起。现在的冬瓜也已经腌制好了，腌出了很多的水分，我们要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或者是放在流动的清水下冲洗，直到把表面的食盐淘洗干净。冬瓜经过腌制以后，腌出了很多的水分，这样可以节省烧制的时间。把洗净好的冬瓜放在漏勺里面控干水分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。起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然后下入切好的姜蒜末，加入15克左右的黄豆酱，增加酱香味。没有黄豆酱也可以加入一些豆瓣酱。然后下入冬瓜，快速的翻炒均匀，把冬瓜表面的水分炒干，炒出香味。普普通通的冬瓜，如果你把它做好了，比大鱼大肉还要好吃，特别的下饭。我们要不停的翻动，使冬瓜和黄豆酱完全的融合，充分的炒出酱香味。整个过程大约要2分钟左右。炒冬瓜，很多朋友喜欢用焯水的方式，其实焯过水之后的冬瓜营养很容易流失，而且味道也会大打折扣。接下来加入小半碗的温水，稍微的焖煮一会儿。很多朋友炒冬瓜稍微的翻炒几下就出锅，其实那样冬瓜很难入味。接下来就是关键的一步，往冬瓜里面加入20克左右的虾皮，增加营养，补充钙元素。翻拌均匀，使冬瓜和虾皮完全的融合。没有虾皮也可以加入一些新鲜的大虾，这样可以使冬瓜吃起来有一股海鲜的味道。接着加入少许的食盐调味。加入了虾皮，我们一定要加入胡椒粉，这样可以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啦，
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，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喜欢吃酱香味的，我们可以加入少许的生抽酱油，这样不仅颜色会更好看，而且酱香味更加的浓郁。现在的冬瓜还没有完全软烂，我们要靠上锅盖，大约焖煮2分钟左右，使冬瓜软烂入味。其实冬瓜也是比较容易熟的，所以我们煮制的时间不能太长。时间到，打开锅盖，整个厨房都是冬瓜的鲜香味，汤汁也变得越来越少了。再次开大火，把锅里面的汤汁收至浓稠。要想知道冬瓜熟没熟，接下来准备筷子能够轻松的插入，证明冬瓜已经完全的软烂了。这样煮制软烂的冬瓜也方便老人和小孩食用。在出锅之前加入少许的水淀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，开大火把汤汁收至浓稠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红烧冬瓜就这样做好了，里面加入了虾皮，吃着还有虾的味道。加入提前切好的葱花，点缀一下，同时增加香味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的厨艺有那么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